现在呢，这个发动机咱们已经拆掉了啊，可以看到这里边是空的。这个是一个烧气的，它是什么情况？缸压不足。这是标志的发动机，现在已经完全解体。这些配件到时候都得用超声波去洗，因为咱们缸体要弄。这个变速箱呢，咱们自己清洗的啊，是把外观整个洗了，到时候把变速箱油一换就 OK。看一下它发动机内部的情况，12万公里左右，咱就按8000公里左右一保养吧，用的是 0W30 的机油。看一下内部的一个积碳，这边没有清洗的啊，一会儿咱们看一下那边。整体来看的话，这个积碳也不算少，主要导致烧机油的缸体占小部分啊，缸体有轻微的拉缸，然后活塞也有轻微的拉伤，这4个活塞解体以后也有轻微的拉伤，主要导致烧机油的还是气门油封。这个气门油封呢，它已经弹力不太够了，本身弹力应该很好，包裹住气门，防止油进到缸筒内，但是呢，现在已经没什么弹力了，发硬了。这是11万公里所出现的一个现象，标致5008，看一下。待会儿咱们再看一下那奥德赛，跑了将近小40万，现在也有点烧机油了，但是奥德赛呢，最主要治的就是缺缸，缸压不够，把缸盖整体得弄，然后所以下来之后，活塞环咱们不去管它，那奥德赛也有点拉缸了，咱们不去管，主要把气门油封，把那奥德赛的给它更换了。咱们看一下它这个新的气门，这个是原厂的，它这个新的呢口就比那个旧的要小很多，肯定的，因为旧的它是处于已经老化膨胀开了，已经都这个气门呢积碳已经是非常严重，堆积成小山了，都积碳已经非常厚。现在是把气门的弹簧锁块全部压好，咱们看一下旧的气门为什么要换。这是原车拆下来的旧气门啊，本来预计这个气门是不换的啊，顶多是积碳有点严重，卡一下就没问题了。这个油封摩擦的这个杆这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然后唯独就是积碳严重点啊。但是为什么换了呢？看一下它的磨损，咱们看一下这个导口，最重要是导口这块，它的磨损程度呢已经不一样了，可以看到这块黑的，就是说这块的密封性肯定是有问题的，一边亮一边不亮，有一边有磨到一边没有磨到，偏，所以说会导致它有可能会有些许的密封不严，就跟这一样，你看了吧？所以说直接给它换掉，有可能气门轻微的有变形的痕迹，看不同程度的都是这样的。这洗一下也能用，但是呢，既然拆掉了，咱们就做到万无一失。看，咱们看一下它这4个气门口的积碳，气门口的积碳依然很严重。这几个气门口呢，我徒弟他把这个自己清洗了，搁那儿，这个不用咱们清洗，直接超声波清洗的。然后看一下它这个积碳非常厚，原本应该是这样有形状的，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任何形状了，而且积碳呈现出来的结扎现象非常严重，已经堆积成小山了，一铲厚厚的一层。进排气积碳都很严重。看一下它这个缸筒内部摩擦的情况，缸筒呢，缸壁就是跟活塞的裙部
有偏磨的现象，只有一边有摩擦，另外一边是属于正常的。它这个钢筒有轻微的拉钢现象，所以说必须得弹钢换钢套了。轻微的拉钢，但不是特别严重，肯定会有影响，对烧机油会有影响。所以说一步到位，钢筒、活塞必须一起更换。咱们从活塞拉钢的情况呢，还有这个钢臂拉钢的情况，只有一面有拉伤，有拉伤的那一面呢是喷嘴的对面，也就是它给活塞降热和润滑的喷嘴喷射的对面。这个有可能说喷嘴喷射的机油全给到这边了，然后那边没给上，有可能造成那边时间长导致的一个偏磨拉伤，有可能。所以说你看它这个涂层就能看出来，一面涂层基本上没有怎么磨，一面涂层磨得非常严重，而且有拉伤。咱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本田奥德赛，它这个油封，这是38万公里，也是非常硬了啊，包裹不住，气门要封，烧机油的可能性也非常大。火烧缸盖，这个油封，它这个奥德赛的这个油封呢，它跟那标致的油封不一样啊，它这个砸上去的老紧了。标致的那个呢，它那个是弹簧压的，烤一压它才好出来，不烤的话不好拔掉。那个弹簧拿掉，它就直接就掉了。给你弄个红烧缸盖。我要吃红烧油封。好。咱们看一下这个旧环的间距啊，2道环的间距已经明显的磨损，这个是环子的磨损，并不是气缸的磨损啊。气缸它只是拉伤，现在这个是气缸换的，然后环子新的，看一下它的间距已经明显的缩小了。所以说，环子的拉伤和它的一个磨损都会导致它烧机油。咱们看它偏磨的方向是没有喷嘴，只有左边有喷嘴，所以说我怀疑右边它的润滑没有左边多，所以会偏磨。看一下装到哪了。哎，曲风油封不是不漏吗？为啥换呢？它这个到这公里数拆掉，取后油封必换。这那个之前那个还软着呢，我看这玩意儿还不漏油啊，咋能换呢？它就是你到这地步就必须换，知道吧？既然拆掉就必须换。我操你大爷！这么黑心吗？啊！你他妈干嘛呢？咋能这么黑心呢？啊！我最看不惯你那种老板了啊！我跟你说，它必须换，为啥呢？你到这公里数，它就老化了，这个油封，知道吧？哦。它多少老化？如果说上去漏油，再拆变速箱，这个工时费你来付吗？那原车的就比你那玩意儿后换的好。它不是原车的好不好，兄弟，到这个它硬化了，你看了没？摁了它不回位，知道吧？上去漏了，你拆的这个变速箱，你返这个工吗？我肯定，反正你不要狡辩，狡辩就是掩饰，知道吧？这原车的就是比你后换的好。我管你大爷的吧，滚！操，太他妈黑了，不干了，我操！滚！爱怎么滚都远，滚都远。我走了，滚！
转着，这个往左来点。好，你再看。这往右感觉。算了，哦，对对对，来了啊。切嘛。听了啊。听了啊。这样的啊。瓦盖，瓦盖。应该以后不让这老头看。那上面是个啥？是个人呢。你以为那是啥呢？他狗。他是啥？没照着你头兄弟，没事。上。看个国歌吧。来吧，儿子。云端。是吧？让他慢点记着啊！1、2、3，走！哟！这不使劲儿。来，我给你俩锅后边，给你们对吧？上面开，怎么做？后屁股抬起。哟！我在动的，我操！上螺丝，你帽呢？那边还有掉了一个螺丝啊。帽呢，兄弟？帽在那，我没拿帽，我全他妈。操！你这不扯淡帽多好上？你以为那能扯？帽多好上，你不拿帽。帽一个是指头，噗都给上到，就一个。这一松开，把它坠下来了。调转长头发，调转鸡头，把变形吸到这上面来。给电动一会儿就能。有点。我他那边亏了，这个风太大。我操！我这老垃圾都。我跟你说，1、2，走！我。妈的，这个太重了！妈的，中午没吃饭啊！来，行完了，来，你下来扛住桌子吧，你挡住桌子，我们来。你扶住桌子，别乱跑。好。这大力鼓我都直接插进去了，这插进去。现在咱们这个标致5008已经完事儿啊，现在正在进行一个路试，表显示14万公里，刚14万公里啊。13万公里的时候，车主就发现了有烧机油的情况，现在整个全部整备完毕，正在进行一个路试。路试完，做一个车辆清洗就可以交车了。行，来把这个车打着，给2脚油啊！现在是完全热车的状态。
熄火。这个现在已经就全部完事儿，就等车主来接车呢，全部清洗完了。这个刚才咱们看了实表14万公里，13万公里的时候车主发现烧的，然后现在咱们路试的这辆是个标致408，什么问题？烧机油啊，看一下现在公里数，115500公里，然后1000公里烧1升吧，差不多。咱们路试完了毕，然后现在开回店里上架子拆解。这个呢408，那个是个 1.8T 的，这个是 1.6T 的，布局都一样啊，变速箱都是6AT， 变速箱是一模一样，但是我感觉这个车它不是实表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变速箱漏油，看一下变速箱油放出来的也就顶多2升，属于不正常的。变速箱底下散热器漏油，然后变速箱偏壳漏油。咱们看一下这个标致5008呢，人家14万公里去试这个车驾驶感受，底盘上传上来的感觉啊，比这个11万公里的408呢整体紧凑多了。这个11万公里呢，底盘属于一个比较散的感觉。这个一些配件是这个标致5008换下来的一些东西，咱们看都换了什么。机脚啊，变速箱机脚，看看裂的，共振。然后这个是正时的一个机脚，2个机脚，空力壳子应该是之前保养的时候，这有个真空管搞断的，再加上时间长了，它这个3条螺丝抓不紧，力度抓不够，导致密封不严。看一下有以前上的改过的粗螺丝，所以说把空力壳子给换了。这个水泵的运行转紧器就是辅助轮有异响，就是刚凉车打着的时候咔咔咔咔的异响，和一个水泵轮，这个水泵轮老化，然后也磨损了，磨薄了，它上面本来是有一层胶质的东西呢，就类似于皮带缠上面的感觉，这个老化再加上磨薄了，所以换一个这个。这是一套活塞链条一套，这是一个涡轮增压的进气管，老化开裂，平衡杠疏拉杆球头掉了，老化，轻微有矿亮，气门油封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啊。然后这是一根防冻液管，接头老化，导致轻微漏防冻液。这个车啊，它只有漏防冻液，变速箱油和机油是没有漏的。这个车是刚才目前看漏变速箱油，还有防冻液轻微点渗。这废气管为什么换呢？咱们看一下它这个，好多都是老化开裂，看了吧？14万公里，这管头全是爆裂的，这些裂老化一套的啊，直接换的这个一套的管路，这些管也是老化。像这真空管老化的就直接必须换掉，要不然回头返工率太高。全是一些老化的痕迹，就这些配件没有多余的东西。标致它以前不烧机油呢，烧机油很少，当然那都是自吸的发动机，但是它用了德系、宝马的发动机以后，就是这个 1.6T、1.8T 的，15年到18年左右的，嘎嘎烧，烧的贼厉害，有的车主开的甚至5万公里左右就开始烧。
他如果说烧的特别早的那种，先换气门油封缓解一下，再不行就大修。虽说它代替的都有点烧吧，但是标致这个用的宝马这发动机的确有点操蛋，烧的有点早啊。他宝马自家都不用这个发动机了，到后来就是因为有缺陷烧，不仅烧机油，而且链条也有问题，还有漏油、漏防冻液，这些都是问题，在宝马 mini 上那呈现的淋漓尽致的。这一下把标致给坑了一把，坑了多少标致的车主。本来很多法系的粉儿啊，他对法系印象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你要是说你烧这么早，那就有点可恨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入了这一坑，下回你让他再买，他也不买了。也有很多说我开了8万多、9万多、10万公里不烧，基本上有可能是早晚的问题，但是烧的可能性就非常大，这就会让大部分车主开了以后，我花10多万、20万，对吧？买你那德系烧机油还是10万公里左右开着呢，你比他都早，对吧？所以说失望，那下回他就不会选择了，这就砸自己的品牌了，对吧？